这个周末有2则跟钱有关的新闻，合起来看，很像一个转捩点。我想把2件事都讲一遍，然后再带你看他们各自的小字。第一件 ，Anthropic 说它上一季的营收超过115亿美元，1年前的同一季是7亿8700万，也就是大约14倍。而且它第一次爆出了正的调整后营业利益。第二件，做支付的 Stripe 敲定了一桩超过70亿美元的收购案，买的是一家叫 OpenRouter 的新创。而在5月，同一家公司募资时的估值是13亿，也就是说，价格在大约3个月内涨了5倍以上。最好写的标题是人工智慧终于赚钱了。而这件事确实有真实的成分。但在第一则新闻里，有一个词承担了非常大的工作量，我会花一整段来讲它。我们开始。以下都不构成投资建议。先看公布出来的数字，而我会边讲边标注要注意的地方，不留到最后。第二季的初步营收超过115亿美元，去年同一季是7亿8700万，12个月成长14倍。对一家已经做到这种规模的公司来说，这个速度确实很不寻常。而且不只是跟去年比，今年第一季是47亿3000万，所以营收在1个季度之内又大约翻了1倍。报道指出的成长来源是企业采用，尤其是写程式的工具。然后是上标题的那一段，首次出现正的调整后营业利益。而伴随这件事，报道也说公司正在准备最快今年秋天启动首次公开发行，那会让它成为主要的非上市人工智慧公司里最早进入公开市场的其中一家。在进到下一段之前，先记住一件事，这些数字被描述为初步的，而且还可能变动。好，调整后营业利益。每次你在利润前面看到调整后这3个字，最诚实的问题永远是调整掉了什么。先讲一件没有争议的事实，因为它来自证券申报文件。Anthropic 向 SpaceX 买了非常大量的算力，使用它的 Colossus 丛集，规模大约是1年150亿美元，平均1个月是2亿5千万，一路签到2029年。这件事在5月 SpaceX 递交上市申请书的时候就公开了。而重点是这个细节。同一份文件说，5月跟6月的付款因为合约还在爬坡，是被调降的。现在你看一下月历，第二季是4月、5月、6月。所以在这个刚刚转为获利的季度里，3个月当中有2个月，算力账单是打了折的。有一位被广泛阅读的分析者，就据此主张这个获利基本上是做出来的。成本对营收的比例其实没有真的改善，是一个暂时的供应商折扣，做完了这件事，等费率恢复正常就会消失。我想把已经确立的跟还没有的分清楚，折扣是有文件记载的事实，但它是不是这个获利的全部原因，那是那位分析者的推论，不是被揭露的事实。我们还可以说的是，《华尔街日报》指出，目前并不清楚营收跟成本是用什么会计方法认列的，而且公司可能无法维持整年获利，因为它计划要增加支出。所以，一个真实而且非常大的营收数字，加上一个值得打上问号的获利数字。接下来是第二件事，表面上看起来无关，其实不然。Stripe 是一家支付公司，它是非常大量的企业在网络上收钱时底下的那套管线，而他刚刚敲定了一桩超过70亿美元的收购案，买的是 OpenRouter。OpenRouter 做的事情描述起来很简单，你不用把产品直接接到某一家人工智慧公司，你接到 OpenRouter， 它给你一个单一入口，通往超过400个模型。你挑哪一个适合这个任务，适合这个预算，而且换模型不用把东西重做一次。它大约有800万名使用者，价格才是惊人的地方。5月的时候 ，OpenRouter 募资的估值是13亿，3个月之后，它已超过70亿被买下。
而他自己的执行长曾经形容这家公司基本上就是人工智慧界的 Stripe， 结果那句话变成了对谁会买下它的字面预言。要注意的地方是很标准的那一项，这是彭博的报道， Stripe 不予置评。所以请把它当成消息来源很扎实的报道，而不是公司的正式公告。那为什么一家支付公司愿意花70亿美元去买一个技术上来说就是转接头的东西？这里就接上我们这一整周在讲的事情了。OpenRouter 自己不做模型，它没有前沿实验室，也没有巨大的训练，它卖的是不会被绑死这件事。而底下的模型换得越快，没几个星期就换一个领先者，价格一直被砍，又冒出更便宜的中国模型，坐在这一切上面，随时可以换，这个位置就越值钱。你想一下，这在商业上代表什么？这个产业里大部分公司赌的是我会是最好的那一个，这一家赌的是没有人能一直当最好的那一个。这是两个相反的赌注，而现在第二个赌注刚刚被标上了5月时的5倍价格，而这跟星期四那一集的形状是一样的。那时候是 OpenAI 把旗舰模型跑在一个不是 GPU 的晶片上，证明了底下的硬体是可以换的。今天则是一个70亿美元的标价，贴在一个整份工作就是让底下的模型可以换掉的层级上。同一栋建筑的2个不同楼层，结论一样，保留选择权这件事正在被重新标上更高的价格。好，讲边界有4件，而第3件是我最希望讲准的。第一，营收数字是初步的，公司自己说还可能变动。提早公布的大数字通常大致正确，但大致跟最终不是同一件事。第二，调整后营业利益不是大多数人讲获利时的意思，那是一个由公司自己定义，把某些项目拿掉之后的数字。它可以是一种很合理的呈现生意样貌的方式，但它跟这家公司赚的比花得多不是同一个主张。第三，这是要小心的那一项。5月跟6月的 SpaceX 算力折扣记载在证券申报文件里，这部分是事实。但这个折扣就是获利的成因，是一位分析者根据那个事实所做的推论。这2件事都可以报道，但只有一件是被确立的。我宁可把这个落差交给你，也不想把它抹平。第四， Stripe 的收购案是彭博的报道，而 Stripe 不予置评。所有关于价格的部分都应该带着这个星号。那把2件事放在一起，这个周末真正改变的是什么？营收这一端已经没有疑问了。不管你怎么看，调整后那3个字以及115亿美元不是一个关于炒作的故事，有人在付钱，规模很大，主要是企业，主要是为了工作。这个问题已经被回答了，跟1年前不一样。但你看第2堆钱流去哪里？不是流进某个模型，是流进模型前面的那个收费关卡。而同时拥有这2个事实是有张力的，模型越容易被换掉，任何单一模型就越难涨价。对客户来说的选择权，对供应商来说就是利润压力。那就是我会持续盯的那条线。这个星期，这个产业证明了它收得到钱。它还没有证明的是，这些钱最后留在谁手上，是造出智慧的那一层，还是站在它前面，决定你今天要用哪一个的那一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如果只记一件事，营收是真的，而且非常大，而要看仔细的那个词是调整后。而这2则新闻底下的那个模式，就是我们这一整周在追的，现在正在被重新定价的，不是实力，而是可以换掉这件事。星期四是晶片，今天是模型。本集全部是新闻分析，不是投资建议，被描述为初步数字或报道内容的部分，我在片中都有标注。订阅 AI 每日新闻，我们明天见。